2025年6月26日，加拿大新一届政府呢是刚刚公布了25到26年的移民部工作计划，这也是卡尼政府4月份上任以来呢第一次向外界详细展示他们的移民态度和方向，可以说呢对未来1年的移民申请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加拿大移民到底要怎么改革啊？未来1年将会有哪些改变？又存在哪些机遇？今天呢，大伟就来给您一一分析。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移民部工作计划呢，是移民部每年春天向国会众议院汇报未来1个财年的工作计划啊，其中主要是要明确工作方向、考核标准以及预算。对于移民部来说呢，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就是预算了。但是对于我们公众来说呀，最值得关注的还应该是政策走向。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年呢是每年的4月1号到来年的3月31号，理论上每年春天就要进行这个工作计划的一个汇报。但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4月底刚刚结束大选，所以本次的这个计划呢也是推迟到了6月底才出来这样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的意义呢，要远远比往年更加重要。一是大选后的全新政府、全新总理和全新的移民部长，大家对新政府要如何执政是充满了疑问。而第二点呢，就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经过了过去几年过山车一样的一个调整啊，现在迫切的需要回到正轨。那么政策要如何变化，也是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其实每年加拿大移民局呢都有2个重要的报告发布。一个就是本次的政府工作计划，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年底的未来3年的移民配额的一个规划。我们简单总结这次的移民部的工作计划，就是未来1年将继续延续24年底的移民配额，总体方向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改变。大方向上来看呢，年度移民配额依然是保持在36.7万到43.6万之间，那么中间数呢就是39.5万。我们可以理解比去年将会减少大概20%的永久居民。我之前也曾经多次说过，其实加拿大移民的问题呢，并不是出在永久居民上。每年即使50万的永久居民也一点都不多这个社会完全都可以很好的消化。关键的问题就是临时居民引入的太多了多到移民部都不知道到底来了几百万人。临时居民的学前工签数量呢，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也没有年度配额，更不需要让公众知晓。所以在特鲁多政府的3任移民部长期间呢，加拿大是人满为患资源紧缺，民众是怨声载道。而本次的移民部工作计划呢，其实重心还是在削减临时居民。其实临时居民的数量计划呢，也是去年底上一任政府定下的数字2025年的新增临时居民总数呢，将控制在67.3万人。那您要问之前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对不起没有人知道。那么之前移民部在工作计划和年度配额中呢，从来没有对临时居民的数量做过公示，等于是到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而在25年的规划的67万的这个临时居民当中呢，留学生是占到30.5万，工签是36.7万人，而工签中呢，8.2万人呢是我们俗称的利米亚指定雇主工签。那么这个在未来3年呢都不会有所改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数字。另外的20多万的这个工签呢，就是留学生的毕业工签和配偶工签等等这类的开放式工签。那么未来3年呢，这部分开放式工签将有一个持续的缩减。虽然移民配额方面其实本次政府的工作计划没有任何的调整完全都是沿用24年的规划。但是呢，在一些细节上，我们还是可以提炼出一些趋势。首先移民部强调，大幅削减的临时居民呢，会引发部分地区的经济萧条尤其是在留学生稠密的地方。这点呢，已经在安省和 BC 省得到了验证。而临时劳动力的减少呢，也会对关键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用工短缺的影响。所以呢，移民部未来将会重点保障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医疗行业的工签发放。其实从各种信息我们都能够判断，本届政府对于移民呢，依然是保持一个正面态度的尤其是对于临时居民，对于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性，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但是无奈呢，上一任特鲁多政府确实是国门大开，超量发了太多的学签和工签，才导致问题激化。
而目前呢，本国人对于移民的负面情绪依然是没有得到一个扭转。所以呢，在这样的外部形势下呢，卡尼政府无疑是在寻找一个公众情绪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平衡。因为其实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移民能够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价值。尤其是在美国关税的打击下加拿大 GDP 连续下滑的今天，那么移民的价值呢，已经是没有人能够否定了。那么第二点呢，在具体减少的临时居民上，留学生以及相应的毕业工签和配偶工签呢，将会是被削减的重头。这部分群体呢，也是目前临时居民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其中，你比如说中学留学以及公立正规大学的本科、硕士这种学位课程，我相信呢，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而重点影响的呢，将会是专科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留学生群体。那么道理也非常简单就是要打击那些以移民为唯一目的的留学。而这部分群体呢，以南亚学生占据绝大多数他们也将会是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毕业工签和配偶工签上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划，但是呢，从不断收紧的大专学科名单和配偶工签的申请标准上来看呢，加拿大的毕业工签的门槛呢，无疑将越来越高。加拿大的毕业工签其实是全世界最友好的一个留学政策。那么只要是本科、硕士等学位项目，或者是在列表中的大专，都有极大的概率获得3年的毕业工签。那么这在未来呢，也很有可能是变数最大的一个政策方向。另外在利米亚指定雇主工签上呢，总体数量会长期保持稳定。这部分群体呢，也是由雇主主导的解决特定行业和企业用工短缺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利米亚加分的取消，以及企业申请利米亚资质的不断提升，获得利米亚工签的难度呢，也将会持续加大。这点呢，也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呢，我们进入到永久居民部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永久居民数量呢，在2025年会保持稳定原计划39.5万的人数呢是不变的。但是26年之后的情况如何呢？其实还存在很大的变数。后面的移民数量会增加还是会减少，还要看25年底未来3年的一个移民规划。而在本次的工作计划中呢，移民部虽然对长期目标没有一个阐述，但是明显呢，也是在观察民意和经济的走势。我个人的判断是在上一届特鲁多政府大开大合的这种失败的移民政策后呢，本届政府会更加的趋于保守。如果没有极为严重的经济倒退发生，或者是这种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那么总体的移民数量呢，应该是会保持在接近40万的水平，也就是每年人口大概1%的增长。所以我们很难期盼加拿大的移民会再次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开放。移民呢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经历过24年、25年的一个剧烈的震荡期后呢，移民的难度呢应该是已经触底，后面呢会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而在一些关键项目上至少在未来的3年中，那么魁北克地区以外的法语申请人还将拥有一个持续的红利。本次报告中计划2025年联邦的永久居民中呢，将接受超过 8.5% 的法语申请人。而在过去的21到23年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 1.95%、4.44% 以及 4.68%。可以说这一比例的提升呢是极其的惊人。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数字呢已经印证了。截止到2025年6月底呢，在意义系统中，法语专项邀请呢就已经达到了 1.85 万人，而其他所有项目加在一起呢，才不过 2.33 万人。更不用说法语的邀请分数线呢，是长期在400分上下的一个低分徘徊法语项目邀请人数多、分数低，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容易的一个移民项目。当然了，对于绝大多数申请人来说呢，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法语就比英语有如此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这也给了很多人以机会学习法语将成为未来2到3年中移民的一个制胜的法宝。而学习法语呢，也并非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只需要达到 CLB 7，也就是相当于雅思4个6的水平即可。
这里面打个广告啊，如果有志于学习法语的朋友呢，可以考虑神通教育的法语零基础小班课，成本低、效率高、速度快，是专门为法语移民而设计研发的课程体系。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介绍中的链接详细了解。而在各大类的移民比例上呢，报告中提到，2025年接收的永久居民中呢，40%以上将会是已经在加拿大的学生或者工人。您别看这40%的比例好像不高啊，但是如果刨去亲属移民以及难民庇护以及人道主义移民，那么在经济类移民中，已经在加拿大的学生和工签持有者呢，将会是一个绝对的主力。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就是要用转换成永久居民的方式呢，来消化超量的临时居民。移民部的用意啊，也非常的明显。一是呢，用不断提高的门槛来促使绝大部分的临时居民呢自动离开，而另外一部分在竞争中留下来的高素质的临时居民呢，将转换成为真正的移民，也就是永久居民。所以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啊。未来想要移民加拿大，那么在本地长期留学或者工作的经验将会是一个必经之路。而通过境外申请直接获得 PR 身份的情况呢，已经是很难重现了。在商业类移民上啊，报告中有很明确的提到自雇移民和 SUV 创业移民。自雇移民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暂停申请的状态。本次报告呢，并没有明确指出会提前恢复申请，所以呢，我们还是预估，那么按照原计划，在2026年的4月份重启。而本次的商业移民段落中的这个阐述里啊，其实主要还是针对 SUV 创业移民的。那么在报告中专门提到，2025年呢，移民部将在之前减少申请量以及优先处理成功可能性更高的案件基础上，探索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其他的战略。这句话呀，我们可以提炼出2个重要的信息。一是24年呢 ，SUV 项目呢给指定的金融机构设置了一个支持信数量的上限，从而呢从源头上把控了总申请的一个数量。未来呢，这个数量也不会有所提升。而第2个重要的信息呢，则是另外的一句话：优先处理成功可能性高的案件。那么这等于就是放弃了先到先得的一个处理的次序啊，优先审理更加优质的申请。所以啊，未来的 SUV 申请周期呢，有可能是每个案件都有不同的审理时间。同时呢，初创企业的这种创新和运营能力必将成为考核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另外啊，对于目前关注度最高也是问题最为严重的 PNP 省提名项目呢，本次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阐述。我之前也曾经多次说过啊，目前大家感觉到加拿大移民这个停滞，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省提名。24年底啊，特鲁多政府的最后一任移民部长米勒呢，是将25年的省提名配额直接砍半啊，而省提名呢，又是绝大多数中年移民唯一的一个选择。那么这就让25年很多申请者呢，是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尴尬的一个处境。因为各省移民局呢，只能是把有限的名额分配给去年的积压，所以呢，只能是暂停了今年的申请。而本次的联邦工作计划中啊，我们并未看到对省提名配额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者意向。但是呢，6月份 NB 省呢与联邦是达成了一个协议，是恢复了25%的名额。那么这也是一个明显的松动的信号。我相信呢，在25年的下半年，各省呢也会开始有逐步的名额的一些增加。但是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预估，要真正等到省提名恢复正常，恐怕还是要到26年了。另外啊，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你比如，联邦移民局是为了提升效率呢，加快审理速度，将会研发和上线一套全新的网上申请系统，那么从而呢是统一入口、统一平台，这也将是未来呢1到2年移民局工作的一个重心。报告中呢也明确提出要大量引入 AI 到移民审核的一个流程中，但是呢 AI 并不会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决策者。最终呢，签证成功与失败的与否的决定呢，还是在移民官的手中。移民局内部的员工数量呢，也要进行缩减，将从24年的13319人缩减到25年的12689人，最终呢，在27年是缩减到11000人左右。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本次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年度工作计划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梳理。其实这类递交国会的工作展望与汇报呢，大多都是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那么如果不仔细研读的话呢，很难发现其中重点的信息。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要点。好消息呢是加拿大新任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呢，总体上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移民配额和项目呢都延续了上一届政府最后的政策，这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是好事，等于是没有进行又一次颠覆式的改革。那么各个移民项目呢，虽然竞争依然激烈申请难度依然是很大，但是无论如何，通过努力还是有希望的。在项目细节上呢，还是要优先解决人在加拿大的留学生与工签持有者，也就是说加拿大的本地经验将成为移民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职业技能上呢，医疗、农业、交通运输、食品加工、建筑、教育都将是重点保障的移民的紧缺行业。而法语能力呢，则是未来2到3年内移民制胜的一个超级法宝。相对负面的信息呢，是目前的移民困境依然不会在短时间之内有所改善，尤其是省提名呢，何时能够恢复到正常，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即使联邦开始大幅控制学签和工签数量，但是已有的存量呢，依然是要经过3年以上的周期才能够消化，而由此引发的竞争格局呢，也会持续保持紧张。如果要分析未来的局势呢，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加拿大移民的最低谷了在未来相对稳定的这样的政策环境和严格把控的学签和工签数量的情况下呢，未来的形势呢，我相信将会逐步恢复正常。但是呢，我们也很难再期待它恢复到之前相对容易的一个状态。移民加拿大的捷径呢，将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复存在。那么提升个人的竞争力、语言、学历、加拿大本地经验，将会是每个人都无法跨越的必经之路。移民加拿大虽然艰难但并非是无路可走。未来呢，比的就是实力、耐心和毅力。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